大家好，今天我有2位客人。上一次的视频大家已经看过了，是我跟 Max 我们2个录的，然后大家很喜欢，所以今天呢，我也请来了Max， 他是谁？我妈妈。妈妈，你坐起来。好，这是我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李丽。大家好，我是李丽，我是 Max 的妈妈。然后咱俩认识多久了？22年。22年，对，我们2个是大学同学，大家现在就是可以猜到我们的年龄了。那上次跟 Max 的视频发出去以后，大家非常喜欢，然后有很多评论，然后 Max 你有没有看？我们先来采访一下。然后首先就是很多人说呀 Max 好帅，好聪明，中文好好。你觉得怎么样？不好意思你觉得他们说的对吗？对吧？妈妈觉得呢？那当然了，Max 就是很棒的一个小朋友，我觉得，非常棒。上次有一个评论，有人说，那个 Max 好可惜没有中文名。我说我们明明在视频里说了，你的中文名是李易宏，但是在家里，就是你的家人还有我们都不叫他 Max， 我们叫你什么？宝子。宝子。对，那是他的小名儿。谁给的小名？我最开始叫他小宝，后来被爷爷奶奶改成了宝子。反正中国的小朋友一般就是小宝贝的意思，对吧？对。你比较习惯被叫宝子还是 Max？ 宝子。你今天咋这么害羞？因为我在这儿是吗？不是吧？好吧，你 OK， 因为出名了，有点不好意思对，出名了。你看就会看的。你我想问你，什么时候你妈妈会叫你李易宏？生气时就都一样，所有家庭都是嘿李易宏。或者呢就不知道咋了，就是有时候他会说李易宏，然后我就觉得他生气了，然后呢我就去那儿，然后他就帮我拿些水就是他没生气，但是他就让你帮他拿水，然后你就李易宏，你给我过来。为啥时候你叫他李易宏？其实就是他大了嘛，就开始就是有时候用一下大名，就是想让主要是生气的时候，用大名。今天请你们2位一起来，就是因为评论下面有人说就是宝子的中文特别好，然后想问一下宝子是从小到大怎么学中文的？因为在加拿大这样英语的一个环境里面，挺难坚持说中文的。你觉得首先宝子你自己觉得你的中文怎么样？不太好为啥？我在中文学校C+， 在中文学，那你的小朋友、你的同学，他们中文真的比你好吗？中文学校因为我在6年级和7年级的有很多好的。就是他们比你高年级？有6年级和7年级的是一个，俩混在一块儿的。妈妈觉得宝子中文怎么样？还可以，还不错吧。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就是也没有说学的我们并不是说花了特别大的力气报班或者是学，而且我们都比较忙，也没怎么指导孩子，他就是比较自然的学成这样，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对，这个真的很难得。对，而且就是宝子现在学中文，起码不是很痛苦对吧？这个我们一会儿慢慢聊。那我们从你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开始聊，你记得你小时候吗？有一些。你是几岁开始去上中文课的？不记得了。几岁？
应该是很小就上了。后来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主要是这个疫情给耽误了。因为疫情的那个时候，他总是上网课，中文我就不想让他再花那么多时间去上网课了，而且那时候网课那个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耽误了2年，在之前都还挺好的，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开车带着他去中文学校学。所以我现在给大家大概捋一下这个时间线，就等于从0岁到6岁的时候，其实没有去上中文课，对吧？6岁到8岁去上了一个周末的中文学校，星期天去一天，然后疫情2020年到可能2023年就停了，没怎么学，然后又。这1、2年开始在跟老师网上学，然后今年应该是去年了，去年9月份开始上学校的那个课。那咱先说说你0岁到6岁，你还记得吗？很少，但是也有一些记得。你是从小就会说中文吗？不是。不是从小啊，我出生我就说你好，我名字那就是说你会说的第一门语言是中文还是英语？中文。为啥？因为妈妈和爸爸都是中国的。对，而且我们那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来过帮忙，帮我们带他没有上过 daycare，没上过幼儿园，那不算，那几天不算，基本上没上过 daycare， 所以呢，在家就一直中文保留得很好。我们呢也比较在意那时候什么唐诗啊、认字儿啊都学过，虽然后来都忘了，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家里是一个纯中文的环境。他刚上这边的学前班的时候，就是那个 JK Junior Kindergarten， 他去的时候不会说英语的。所以就是宝子等于是从0岁到6岁有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像别的很多小朋友都是从上学开始就开始说英文，就不想说中文了。但是他可能有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上学。0到4岁。0到4岁。对。那个时候你们就是那时候他只会说中文。对，他只会说中文，他应该会一个 hello。因为我们会带他去那种社区的一些活动。那些地方老师带着唱歌都是说英文的，所以那些歌他知道英文怎么说，最基本的那些什么 thank you 啊 hello 啊这些东西他也是会的。但是肯定是表达的不好，我们那时候也不担心，因为知道他上 JK 自然就会说英语了。他也确实很快就习惯了，因为小孩学东西快。对，非常快，有那个语言环境。那你开始上学去 JK 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就是你不想说中文的？没有吧。就是你回家之后会跟爸爸妈妈也自动就说中文吗？对，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长辈经常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根本不会英语。然后他们陪他也挺多的，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说很多中文。再一个我觉得还是大量的听了大量的那个讲故事。你那时候，那你是从小给他在中国买很多这些中文书、中文磁带这些？对，我一开始我自己给他讲，后来我比较忙，我就用一些 APP 啊或者一些故事机啊给他放，他有时候边玩边听，或者是在家里就经常听一些讲得很好的那些故事，听了很多，那些故事还蛮有意思的，他就所以有没有趣味？所以妈妈说，就是这个输入大量的听很重要。但是很多学中文的人自己学，他会觉得没有意思的东西。你有没有推荐的？你自己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我们先不说你现在听什么，你小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特别好玩的。小的时候，有一个 APP 喜马拉雅上面有一个人，他应该在中国，这儿的书都是中文的，所以他有 Dr. Seuss 的书，他用中文讲。就是给大家推荐。现在我其实也在听喜马拉雅的这个 APP，回头你找出来，如果还有这个频道的名字的话，我可以
告诉大家。对，有2个特别有名的，在中国讲故事的，一个叫做钱儿爸，对，还有一个叫凯叔，他们这2个都是在喜马拉雅上。我更喜欢喜马拉雅，对他们特别会讲。等一下啊，你更喜欢谁？钱儿爸，钱儿爸 ，OK，对，就是这些有声书，他们讲的绘声绘色的，而且有的他讲什么，《西游记》讲的特别好，还有就像《西游记》，但是呢是儿童版的，对，就比较容易是吗？对，还有《西游记》奥运会啊，对，西游记奥运会就是很就是根据那个西游故事改编的一些，就是小孩爱听的故事啊，就是用里面的人物，但是重写了故事。对，比如说孙悟空去参加奥运会啊、跑步啊什么这种东西，然后凯叔的也很好，就这2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有很多别的。然后这2个是适合他比较小的时候，4岁。我觉得现在我也对，应该他现在会喜欢也能听，他现在也会喜欢。对，我觉得6、7、8岁那时候都喜欢。就是正是那种听故事的时候，多听一些中文的故事就非常好。再就是看动画片，有时候我也会让他看中文的吧。中文什么动画片？就是其实什么动画片都可以搜中文版，你比如说Peppa Pig， 我记得小猪佩奇，小时候我还跟你一起看过小猪佩奇。对呀，它都是中文的。然后在哪儿搜呢 ？YouTube 它也有中文版啊，你就搜这个 Peppa Pig Mandarin 全出来了。其实那些特别流行的动画片基本上都有中文版。那个比如说还有小孩爱看的什么，现在 Baby Bus 那也是，就是中国的，那就是中国的。对，那中文他们这儿看的 Baby Bus 都是从中文换到，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但是中文的啊，对，中文的。所以这个也是在 YouTube 上看。对。那你都有？你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的中文动画片是哪个吗？不记得了，已经不记得了啊，看过了已经。哎，那你看过《喜羊羊和灰太狼》吗？看过吧？我还记得我在中国看过。这个在中国特别流行。反正就是尽量的让方方面面都有中文的东西吧，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去中文学校了，对吧？6岁到8岁的时候，你喜欢那个中文学校吗？挺喜欢的。你们班上有多少个人？我不记得了，有10几个、20几个，比20个左右吧。对，挺喜欢。哎，你知道，因为我有很多学生，他们小时候去中文学校，他说很讨厌，很痛苦。对，就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很痛苦？不痛苦，因为没那么难。对我来说，就是也会难，但是呢，不像我会在那儿想着很久。但是你们是主要上课是学听说还是读写？那时候是学拼音。对，都学。我觉得汉字我也教他认，就是说他也认过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游戏，有一些识字游戏，像什么洪恩识字，那时候我都给他买了那种1年的 subscription， 你就可以去手机上的iPad 或者什么的，就是你上面玩游戏认字嘛，你认了几个字？认了挺多字，我觉得很多我现在知道的字都是那个里边认的。真的哇，那要推荐给大家。对，但是呢，但是这个是几年前的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现在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木兰亭，那个网站学中文很好。对，我以前也给他订过，是一个网站是吧？对，里面有很多的资源。刚才那个叫啥？洪恩识字。对，洪恩识字就是都是什么颜色，按这个那些东西，很漂亮。这样木兰亭就是一个按钮，然后一个树那样。木兰亭更全面一些，洪恩就是学字。木兰亭上是有故事什么的。对，它是会让你去阅读啊什么的。所以那中间疫情之后停了几年，那几年怎么办呢？
你有在家里给他让他说我就听很多，对，我在那儿听了很多很多故事。我在那儿拿一个我的 iPad 在那儿收拾房间。哦，他玩 Lego 对吧？乐高，他边玩乐高就边听故事。其实不是很好，我觉得那种不是，因为他是。就是多重任务，对，有点三心二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听了很多。而且我们比如说开车，开车在里面都会放他爱听的故事，他就听了很多故事。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听了很多。所以呢，他跟我们沟通，哪怕他有时候说的没那么快，但是他听我们怎么说，他都听得明白。对，我也觉得，就是不太跟宝子聊天，我不用太想说我要选一个更简单的词，对，他都能听懂。那你那时候听的也都是从那个什么钱儿爸，对。后来稍微大一点了，就爱听中国的米小圈上学记。对，哎呀，他现在真的是就是做饭的时候都要听米小圈啊！你现在特别喜欢，对啊，最喜欢的就是米小圈。米小圈这个是在哪儿？也是喜马拉雅？对啊，也有，但是呢，需要付费。对，是要付费。他那个有书。那你为啥喜欢米小圈？现在就是我们这儿也有一个有点像的《Diary of a Wimpy Kid》。就是一个差不多小屁孩日记，对，小屁孩日记，就是他每天上学的生活这种。对，那你是觉得很好笑？对啊，还有点relatable，跟你现在的生活是学校那样那些东西。对，他就比较接近他的生活嘛，学校的事情。然后现在你最近开始学的这个中文课，妈妈给我看你上课学的材料好难啊。你觉得怎么？那你觉得有意思吗？有意思呀，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你觉得有意思？因为我们老师他就是有一天他会按书讲，然后呢，就是我们有1个小时，然后呢一个休息，然后呢继续，所以那1个小时就弄书的东西。然后休息完，我们就他自己打印的东西，我们还会玩什么 bingo 那些东西。就是1个小时是学课本，1个小时是你们自己玩一些游戏这样的。也不是只有1个游戏，就是 bingo，但是呢，别的都是什么课文，像就是谁发明了篮球篮球。之后妈妈可以发给我一些材料，我放到屏幕上，因为我觉得好难啊。对。但是我没想到，就是妈妈也说你现在学中文的这个热情很高，有动力。我觉得是因为我回中国时我就。对，他这个人呢，就是他出门就很喜欢计划，而且他也喜欢到哪儿呢就读一读关于那儿的故事啊、历史啊这些东西，他都喜欢读。然后呢，在加拿大的时候没问题啊，他到哪儿都可以读。到了中国，他就觉得我是一个文盲。对，他就说，哎呀，他就很郁闷，很生气，我怎么看不懂这讲什么呢？没生气，我就看不懂。但你是有一点崩溃，对，崩溃。对。然后呢，我就在那儿试着读他。对了，完，对，认几个字那种。我，对，但是所以回来就很有动力。然后上那个中文课，我其实没想到，因为那个比他的水平应该是要高很多，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去学嘛。但是他自己愿意学呢，我确实是，我挺佩服你的。真的就是很难的东西，你也能把它学起来，我觉得很佩服你。对，我也觉得，因为就是还是说到他现在上课的材料，我自己的理解，我会觉得小朋友学有点无聊。我自己会觉得那些故事是我们小时候学的那种很严肃的故事，但我没想到你还挺喜欢的。
我们现在学的有就是像课文，就是讲聂耳。聂耳，哇，很难呢。你们也就是开始学我们小时候的那个语文对课本，对，类似的吧，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妈妈觉得对她来说学好中文，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坚持，就是要持续的去多听，多输入啊。我们其实算是我们在很多这边真的特别关注孩子学中文的家长里，我们已经算是很懒的了。对，因为有些孩子是每天都会去中文学校的，他们中文我有一个朋友，他每天放学，他就是在我的校车上，他回去是最后他校车直接给他送到中文学校，每天他6点才回家。哇，学那么久。但是呢，他们4点还是4点半才开始，所以他就在那儿等。那他喜欢这样吗？学那么久？应该没那么喜欢，因为今年6年级，他现在是3天去。就是有一些家里面，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妈妈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妈妈爸爸有很多的时间去督促孩子学，去辅导，然后呢又去上中文学校，那些孩子他们的写作能力什么的，其实比国内的差不了很多。我见过学的真的特别特别好的。我们这种呢是属于比较懒的、无痛的，学到现在，我比较满意的。对，这个说到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对这个语言或者对这个文化的兴趣。但是我觉得宝子特别好的是，他还是很喜欢学中文。对，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孩子，就是你要相信他想做什么，他自然就能做到。很多不是你父母去逼着他去做到的，对吧？你还是去引导他，你去教他，对不对？你就是说你。就是说，一个是他要有好的学习习惯，他有好的学习习惯了的话呢，那他学什么其实都没问题的。不管他那天他想学中文了，他想学德语了、西班牙语了，他都能自己学成，不需要你去逼他的。但是呢，你也要给他创造这样的环境嘛，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因为他如果不生活在中国，就会对中文没有兴趣。对，就是你觉得什么让你一直对学中文有兴趣？回中国看那么多中文，对，最重要的对你来说是回中国好玩。对呀，然后呢，我去一个博物馆，就在那儿看，只能看着东西，下面写着的东西我不知道。对，所以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学中文最大的动力是可以回中国，然后比较自由自在，对吧？能够看得懂，能够跟人说话，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如果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兴趣嘛，对吧？当然这个兴趣，你父母也不能像完全，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相信他想学什么，一定能学好，然后帮他有好的学习习惯。再就是去创造环境，你了解到那些资源了，你就比较聪明的变成他的日常，对吧？比如说他能听那些东西，你要能让那个事情变得容易，经常去听。所以那现在大概总结一下，就是刚才你说第一个是坚持，对，给他创造各种环境，对吧？第二个是有这个学习的动力，感兴趣。对，然后你要相信他想学什么，他就自然能学会。所以你不是父母逼的，对你往往你越逼他，他越不想学。对，这个是对成年人也一样。我也是告诉我的学生，你不要逼自己去学，你越逼，你的大脑就越不想学。是，你要找有意思的东西。我中文老师他也说，你不想学，你就别学，你就不要打扰别的人学。对，这个很像小时候老师会说的话。对，他们老师很传统。好，那最后我想给大家再总结一下，你觉得还有宝子，你觉得如果就是有人他想自己学中文，你会推荐什么？比如说什么材料，或者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先听很多，就是就是那样。听故事。图书馆，网上还有一个，就是小屁孩。日记，英文和中文一起，就是先说英文，然后说中文。小屁孩日记，英文名字叫什么来着 ？Diary of a Wimpy Kid， 就是先是他讲英文的，这是真的书，然后呢，他会给他，是说成中文对，就是利用你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他就喜欢那本英文书，他翻译成中文了，他也喜欢，对吧？如果有 Harry Potter 的中文版，你愿意听吗？哇，那个很难呢。对呀，但是就是兴趣嘛，对吧？对，所以就是推荐的内容，刚才就是喜马拉雅上的叫什么钱儿爸和对。但是这些都是小孩子的，那是小孩子的，对。现在你会觉得是有点，就是已经对你来说太小孩子了。没有，就是钱爸有很多，现在我会听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什么 Dr. Seuss 那些东西，就是我太小了。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什么书？楷书啊，两个都是男的。还有，我还觉得找一个你适合的一个课，就是你觉得上课跟老师学还是有用的，是吗？对，为什么呢？没有环境的话，你也不会学得那么好嘛。对，就是形成一个好的学习的习惯嘛。每到星期天早上，他就知道他要去学了；每到星期五晚上，他也要去学了。就是因为现在生活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固定的习惯，没有一个老师就是去怎么说呢？去监督你，对，监督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放松嘛，因为毕竟环境还是英文的为多，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资源，就是说，如果你是成年人，成年人的话呢，有一些很好的 APP， 包括其实苹果的那个 Podcast 有很多中文的，另外一个就是很好，就是小宇宙，对，这是我的那些成年朋友推荐的，他们是 CBC，然后他们听小宇宙，中文也非常的好。对，我自己也在听小宇宙，我发现因为小宇宙播客上面很多人发音非常的清楚，非常好，比你去看电视剧的发音更清楚一些。因为它是只能听嘛，所以它很注重电视剧它有时候它就什么，我现在对电视剧说太快了哈。对，那听小宇宙就让我想到小时候听电台对那种感觉，对。再一个呢，他有时候会用我的那些 APP。哎，你现在可以用中文搜小红书？对啊，可以啊。哇，你会拼音嘛，就会打字了嘛。微信上也会打。挺好。所以，但是呢，有时候我不知道打没打对。但是因为小红书很智能，它可以猜。对，有的时候可以。所以其实现在宝子他整个生活中就是平常在家跟你们说中文，然后没事儿就听米小圈上学记，然后星期五和星期天会有中文课，对吧？差不多。OK， 好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们。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再见。